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美国真的是大乱哦。现在看起来哦，这川普强硬的派兵真的惹民怨。好，那真的是满街都是军队，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第三世界，有人是在网络上说啦，看到这段影片哦，他直接讲说，哇，这是第三世界香蕉共和国疯狂影片哦，生活在一个满大街都是蒙面军队的烂国家，真的是糟透了。然后他后来就说，哦，等等，我的错，那是芝加哥，哇，芝加哥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好，甚至哦，大家也发现到有一个就是美国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发布用平板推车运走抗议者，你看到旁边这个图，那纽时说这是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名抗议者双手被反铐在背后，那俯卧在金属平板推车上面被运离现场。所以现在美国的内战内乱很多哦，而且哦，现在反对川普派兵进驻伊利诺州跟芝加哥市要提告了。好，这两个这个伊利诺州跟芝加哥市也说哦，这个被告将国民兵联邦化，那并派往这个伊利诺州的行动是违法的，请求法院制止这种非法、危险且违宪的行为。美国人民无论置身在何处，都不应该生活在美军占领的威胁之下。好，那川普现在哦也把这个加州国民兵进到了波特兰，所以法官也在出手了。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俄勒冈州联邦法官说，近期的示威并不需要这个国民兵来介入。他说这项裁定至少有效到10月19号，所以禁止川普再从任何州或是华盛顿特区来进行派兵。所以现在整个川普我就很奇怪嘛，你怎么把军队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呢？那我们看到川普怎么说？他说波特兰局势有堪比是叛乱。那制定叛乱法是有原因的，他说有必要我就会动用，如果人民被杀害，法院阻挡我们，州长、市长阻挡我们，他就会动用的是叛乱法。不过伊利诺州的检察官他直接呛瞎说，这边没有叛乱，只有和平抗议。那俄勒冈州的检察长也说，总统先生，你想玩创意，我们奉陪到底，法庭上见，等于直接跟川普杠了起来。好，那川普的胡言乱语也很多哦。最近他讲了一个越战的事情，很多人也吓呆了，想说哇，他竟然敢讲越战。我们听一下。Problem with Vietnam, we stopped fighting to win. We would have won easy. We would have won Afghanistan easy. We would have won every war easy. But we got politically correct. Let's take it easy. We're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anymore, just so you understand. We win. Now we win. 好，他说他们求的就是胜利哦，但是把越战讲出来，越战对美国来说是奇耻大辱呢。好，所以有网友就说阿川也是勇，敢说越战，他当年可是公开当了逃兵的。还有人说有本事就先把防弹玻璃撤掉啊，说他是这个嘴炮谱。好，那我们看到央视的玉渊谈天则说现在美军会议之后，高级将领不是辞职吗？他说这是内讧加剧还是一个实力焦虑呢？这美国的战略收缩，军方的内斗整个大升级所以美军虽然收缩，但是仍然借着小规模的行动在维持霸权的象征。印太现在不再绝对优先，那纵观以上美军军费是吃紧的，内部又矛盾，外部反弹，已经难再维持全球的一个警察地位好，那当然美军现在是不是真的输了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他们确实现在战机表现非常的亮眼。首先带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研发下一代的重型运输机说类似波音翼声融合了实验机。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中国大陆军方正在规划的下一代战略运输机它采用的是翼声融合配置，那外形呢跟波音 X48 实验机有几分的相似，那载重是达到120吨，航程6500公里，而且显化的强化在印太地区的远征，还有全球的投送能力。好，另外呢还看到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歼50的照片也曝光英国智库是判断说这款外界暂时称这个歼50的6代机预计会有一个优异的逆踪还有超音速的巡航能力，所以中国的军事航空专家就说了，这歼50它的特色就是机身尺寸比较小，机重性也比较高，所以未来的角色应该是以制空为主。那除了夺取制空权之外，也可能担任的是歼50的
护航任务。好，那再来就要讲到歼10嘛，歼10系列哦，这个大家都很赞嘛。那这个歼11一战成名，哪一个战役呢？就是之前5月这印巴战役的时候，它也在这个空中哦击落掉多架的战机嘛。那现在总设计师也首度揭秘3大技术亮点。说从武器的挂载能力从10多种提升到40多种，那配备先进也有一些这个远控阵雷达哦，说什么看得多、看得远、看得准。好，那中国研制这个改进型的超音速哦多用途战斗机歼10C，那它在承继了一些气动布局的基础上面，实现了作战系统的跨代升级，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全方位作战的这个多用途战机。所以确实有中国大陆在战机上面也是一直不断在更新、在进步。好，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大乱的话，恐怕对外界更是自顾不暇。我们先问赖老师，川普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用关税然后要联准会要降息，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关税政策造成现在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到10月份的时候，目前来讲所有的统计数字出现了，就是他们的物价上涨很有可能会加速了，因为这些进口商他们的还有就是零售商他们的存货都已经耗尽了，本来消费者只负担1/3的关税，现在鲍威尔他们估计要负担2/3的关税，所以物价会从10月一直飙上。那它也造成了全世界经济大乱，也造成美国的经济大乱，美国的经济也衰败了。那同样的问题，他想要解决他的城市的治安不好，然后他锁定的都是民主党所治理的那些州的大城市，而且特别选定都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选定的是民主党的这些城市，然后要治理它的治安，结果你是由中央政府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来管，中央政府就直接插手进去，插手进去派的是国民警卫队。问题就在于你是治标不治本嘛，而且你只是在激化跟当地的人跟你的更大的对立面，所以就造成了城市的更大的混乱。我们现在看到了，他要解决治安问题，结果带来治安问题；要解决经济问题，结果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经济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问说你说关税是万灵丹，结果你执政到现在已经10月了，你的经济一筹莫展，还是在继续衰败中。他说再给我一点时间，明年我们再来看。那就是代表他从上任以来到现在，他的经济是每况愈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治安在他目前插手管理的情境下也是每况愈下。那他要把这个美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美国情况是越来越混乱。好了，那他到这个把所有的将领都集中800多位，将近1000位都集中在那边训话。训完了以后，有几位高阶将领，而且都是最重要的高阶将领。一位是管全球打击的，就是核战略的高阶将领，他不干了，他要提前退休，说生涯规划、家庭因素。家庭因素我们都觉得好熟悉然后另外一位是管特战的，也是司令，那也不干了，也要离开了。结果他想去这个展示美国也有很强的军力，我个人觉得93对于这个川普来讲刺激很大所以他一定，因为人家把93跟他的陆军的这个阅兵拿来做比较，简直美国不能看，所以他搞一个海军的阅兵。结果搞一个海军的阅兵被大家嘲笑在哪里呢？不只是他讲话被嘲笑，最主要是你到自己的国家的军队，而且是在航母上，航母里面没有外人了吧，都是你的军人吧，结果演讲还要用防弹玻璃，这代表什么？连自己的军队、军人、军官、士官、士兵都不信任。你想想看，这样的三军统帅能够统治什么国家？好，所以他的国家现在大乱嘛。好，厉将军。我现在美国明年度的他国防预算编列的已经是达到1兆美元这么多但是我讲2个数据，我们都知道川普要发展的他所谓金琼计划，光金琼计划，当然白宫自己是说将近2000亿美元要发展金，那已经就占了这个1/5了，对不对？那他都前任来讲说他 F-47 6代战机的计划也200亿美元，那这样这个其实外界评估来讲的话，你金融计划其实2000亿是做不出来的，可能甚至要到6000亿，所以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国防来讲的话，它的军费
不足以让他在担任一个全球警察、全球部署的这种角色，所以他势必是这次赫格塞斯讲话，原意其实最主要是他要将全球的这种战略部署改成自己讲的美国优先，也就是说防卫美国为优先，包括他的金球计划，包括他的 F-47等等的这种计划。但你这是未来势必是要裁员嘛，要裁军嘛。那你要裁员裁军，我们都可以了解。那你要跟官兵讲清楚，你不能用羞辱的方式。所以我们台湾叫做打掉杂质，你知道这些将领是不是在这个川普或者赫格塞斯眼中是认为他们是杂质，要将他打掉？那你应该，我觉得你应该尊重军人，你好好跟他沟通，对不对？后续来讲的话，这个只退不进，用这种方式慢慢来减少它，而不是用羞辱的方式叫人家走人。我觉得你太急了，这么快你就要任内你就要达到缩减你军力的目标。那我们看到美军是这个样子，但是大陆来讲，它解放军尤其是刚刚这边讲的它新型的运输机，其实我们听到它名称定的叫做运40现在有运20、运40。运40来讲的话，目前这个只是还处于研发的阶段。我有看到他们大概各种的这种数据已经研究出来，但是真的实体飞机还没有做出来。但是理论上面它是可以带到多少120吨那么多。那120吨的是什么概念呢？运20来讲的话，只能带66吨，将近是现在运20的1倍载量。它的运输量大家看过俄罗斯最大一架飞机叫 AN-124，在这个俄乌战争一开始就被打掉，那世界上唯一那架，它的运量差不多，那架运量是150吨，可以运到那么多，可以实现它全球战略投重的一个目的。好，我们接着问苑教授，美国乱了。美国大乱了，活该啊！这是川普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因为大家要了解啊，这个川普用兵的地方啊，全部都是在民主党控制的区域，尤其是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啊，像波特兰啊，或者是芝加哥啦、洛杉矶啊什么的。川普本身来讲，首先第一个他是民选的，第二个的话呢，他不用国民兵，用的是直接用军队，甚至用的是海军陆战队。这个派出来的话呢，这个军队直接镇压，为了要解决城市内部里面的危险。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芝加哥市区的市民的话，感觉到可以在芝加哥的 downtown 喝咖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坏蛋通通被抓走了，长得不行的也被抓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啊，未来呢？美国的未来是什么呢？美国的未来的话呢，完完全全凭感觉吗？然后呢，现在川普派军队来大城里面抓什么呢？抓非法移民啊，对不对？而且抓越厉害，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我讲一句良心话啊，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啊，美国是全世界的一个定锚的一个单位啊，我们所有的人读书都为了去美国啊。那现在话呢，成了这个结果了。大家知道这多严重啊！另外，川普那边瞎吹牛啊，讲到说什么打越战他可以打胜了。我在留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他就是越战期间，因为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征兵征到52万人啊，美国有征兵制度啊，很多人都逃到加拿大去啊。我就见到一个人啊，跟我很好，他原来是波士顿人啊。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就逃到加拿大去的同时啊，对于美国为了打这场越战的时候构成的影响，心理上构成的非常大的挫折，是严重的不得了。另外的话呢，我们大家都记得，因为打越战跟这个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非常清楚啊。美国基本上的话呢，不是政治正确不正确，美国基本上的话呢，是打仗的时候呢，对于别人的兵不信赖。要靠自己来的话呢，又没有办法派出坚强的实力，所以这里面的话呢，说明一个现象。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你不要看到什么6代机啦、什么运40啊什么的，大陆一直不断的出这种消息，就要跟美国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是怎么样把苏联拖垮的？就是军备竞赛。现在的话呢，大陆是一样画葫芦，也要照这种情况下来讲，川普这个人呢又笨又坏，他很容易中计，他会觉得美国最强，美国最厉害，美国要参与这场军备竞赛，美国搞什么金球、铁球、银球，搞了一大堆的话呢，花了一大堆钱，有没有实质的效果？但是他自己的话呢，军队里面用到自己的国内的城市，他确实很厉害，芝加哥也好啦，或者波特兰也好啊，他讲人家随便开口，信口开河说人家是叛变的。我坦白讲啊，美国人基本上是很爱国的啊，但是呢，美国的社会的分裂却不是这个一朝一夕派个几个部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有点遗憾啊，美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好，确实哦，因为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好，那但是现在这个乱局真的让大家看得都摇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谈谈，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见面。好，因为10月底在韩国庆州 APEC 峰会，两人应该会见面吧？好，我们看到的就是呢，川普会的脚步近了。美国的前官员说，习近平可能会要求美国对台湾来进行表态。好，这是美国的前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他则认为说，习近平在谈判当中可能会要求美国对台湾议题表态，包含反对台独，还有甚至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但这样的大型交易其实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他认为达成协议的几率并不高。好，但是川习的结果，蛮多学者是期待的说现在印太蛮怕美中协议牺牲到盟友的利益。好，因为现在呢，就是美中关系处于一个变动期嘛，所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那印太国家现在都是静观其变。有人认为说，这印太国家很怕美国会不会为了跟中国达成协议，可能就会牺牲盟友的利益，这也是蛮多台湾的人蛮担心的好，那美国的鹰派也很担心川普对中国态度软化。好，这是彭博说的，美国内部的鹰派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中美达成协议是感到很不安，担心川普会在第2任期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变得更软弱。那美国鹰派的紧张情绪呢，其实随着这个他们两个人可能进一步的会晤升温。那2025年 APEC 将在庆州嘛，那外界高度的关注美中领导人是否会在峰会当中举行会晤。那尽管川普在最近都释放了这个美中领导人将在 APEC 会面，那中国却只有回说正在沟通当中，这就令鹰派更不安说因为川普展现了好像忽视了意见的一些迹象，例如允许 TikTok 在这个美国继续经营，而且批准了辉达向中国出口部分 AI 晶片，所以部分的专家担心主张加强跟中国经贸合作的力量正在压过鹰派的影响力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内部的状况。好，那当然在美中之间的筹码呢，那美国政府现在补助的持股转向稀土跟晶片的企业都入列了。这消息人士说，美方其实正在考虑要入股格陵兰稀土公司，这持股的比例大概是8%。不过白宫这边已经否认说没有这样子的考虑。但是呢，现在美国也说要入股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矿产开发希望能够帮助阿拉斯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看到了目的在确保阿拉斯加的关键能源跟矿产计划要顺利推动，所以在盘后这整个大飙升150%的股市飙升。好，但是呢，有学者是担心说，不要只关注 AI 其实呢，中国已经悄悄的在垄断基础半导体的市场。那这些晶片从汽车、医疗器材到防卫系统，可以说美国已经陷入对中国晶片的危险依赖之中所以大家就说，你们把这个 focus 都放在了 AI 上面，但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在布其他的局了。好，那看到美国也才发现稀土只是台面上的筹码，真正卡住7寸的是每天往嘴里塞的那颗小药片。好，所以有时候官媒报道说，9月28号，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的这个国家基本药物供应链风险评估就是写到说，88%的原料药依赖进口，其中43个百分点直接就来自中国。好，同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把青霉素、工业盐对这个部分来进行6大类从加税清单当中划掉了，原因就是他们发现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美国也蛮诚实的找不到替代来源，好，那就把它删掉，就不跟中国大陆来对抗了。好，那印度现在呢跟中俄来靠拢了，所以川普政府也祭出的关税措施，显然是把印度推向了这个中国跟俄罗斯那这不仅为中俄造成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也可能会让这个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出现一个缺口，那对日本的战略就会造成冲击。好，我们当然也要看到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到了意大利跟瑞士。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在7号到12号要访问意大利，他此行要参与的就是中意政府的这个委员会第2次联席会议，而且也会到瑞士举行第4轮的外长级战略对话。那其实大家解读，这是不到1个月之内他再次的到欧洲，而且之前据报道，他9月12到16是到奥地利、斯洛维尼亚跟波兰。那在之前的6月30号到7月6号，他是访问比利时、德国跟法国。好，大家就说了，为什么王毅要去欧洲呢？好，我们之前看到一篇报道，他就有讲说，中国大陆的纺织业现在为了闪避美国的高额出口的这个关税，所以已经将出口大举的向欧洲市场来迈进。所以呢，这个欧洲纺织团体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对中国服饰以及纺织品对欧洲的出口量跟金额都比去年同期激增了20%，主要是欧洲廉价服装进口的增加到了20亿的欧元。好，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川习会确实进了，很多人认为可能会有一个大交易的产生。赖老师，台湾的问题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它的核心利益。那我们我在法国的时候，在国防研究院，我们对于国家的利益、国家战略利益、国家核心利益，它在国际政治上是定义是非常明确的那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受到攻击，那一个国家它就一定会动用武装力量，任何手段来排除。所以大陆已经宣布，这个就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这个是没有妥协、没有谈判、没有交易的一个底线所以不可能拿台湾来做交易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的问题没处理好，那两国的关系就走不下去了。你美国如果对台湾的问题没有处理得很清楚，那中美的关系就走不下去，也不需要走。那中国大陆目前的整个大方向，其实是在向美国脱钩的一个方向在走。所以我们在8月份的数据看得很明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减少了33%，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大陆目前来说，它进口也少了，出口也少了，它中美的贸易额是一直在下降。以目前来讲，如果说中美的贸易额下降到15%以下，甚至到10%的话，那美国的经济跟中国就没有完全紧密结合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来讲，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升高了，因为对中国的整个冲击面就下降了。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陆它的对美国的政策跟态度其实越来越明确，就是我不卖，我也可以不买。那它稀土可以不卖了，但是基础药它未来也可以不卖，它的医疗器材它也可以不卖，而这些也都是卡美国脖子的东西。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因为美国高度依赖这些基础药、原料药，所以美国去除掉关税。其实中国大陆也可以不卖了，这个才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只是这个手段还不会拿出来，那是在排顺序，什么时候丢出来？这个是一个不卖。第二个就是不买了，不买。例如说，过去还是要买大豆，但是今年开始大豆不买了，然后现在也出现了高粱不买了，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玉米不买了，然后牛肉不买了，龙虾不买了。一旦开始出现不买的时候，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冲击就大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创造谈判的筹码，双方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的鹰派现在担忧的是什么？担忧他没有饭吃了。因为川普如果回到他刚上任的2016年、17年的那段时间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那他就走回务实派了，不再走仇中反中。那这些鹰派的他就没有官可以当了，没有饭可以吃了，所以他们就很焦虑、很紧张。这目前他们的论断就采用激将法，说川普软弱了，川普把美国的国家利益让给中国。好，我们接着问岳教授。我觉得这里头当中的话呢，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国际关系里头都是讲在实力地位上出发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
尤其是像川普这样子人做事的风格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就是川普有可能会基于眼前的利益的话呢，会出卖掉可能各式各样他原来要保护的地方，因为川普说明了他不愿意再当这个世界警察，然后的话呢，他也不愿意为了其他的国家废他们的一兵一卒。川普建立了伟大的军队，就是要在国内部署，而且不愿意到外面去打仗。所以这里面讲起来的话呢，就是说美国的很多官员非常顾虑到川普有可能会出卖台湾这个事情。我们这边也有这个盛嚣尘上也有这种说法。那最近华尔街日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拜登时代的不支持台独不够，要反对台独，这里面是讲的非常明确啊，这是有报道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到个10月底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月底的时候呢，在韩国开的 APEC 会议当中，会是有看看是有这种发展的哈。那么这个事情当中的话呢，不管怎么讲来讲，那么这个对于台湾来讲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哈，因为至少的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川普要做这种事情，那同样的理论的话呢，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话，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像印度转向大陆啦，或是这个王毅啊，这个刚刚前不久又去了这个东欧啊，现在又到了西欧啊什么的，这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大陆做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脱钩断链的准备，而且这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呢，要做出来给美国看到，大陆本身来讲，在贸易上的问题的话呢，态度强硬不说，而且是有实力的。我觉得除了稀土以外，除了这个大豆不买以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药物当中啊，所有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都知道，美国用的抗生素加止痛药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美国人吃止痛药的话呢，真的超乎想象的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止痛药的原料跟抗生素的原料都从大陆进口，这个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会改变到美国人的生活习惯的。对，确实哦，因为这个如果中国大陆不卖，那美国就完了嘛。好，将军，大家可能很讶异哈，这个我们在讲说晶片，我们都认为说是美国在卡中国晶片哈，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成熟晶片是中国在外销，而且中国外销量非常大。光去年来讲，它外销到国外去，成熟晶片它就销售了140亿美元，极可能是世界上面出口最高的成熟晶片。那现在来讲的话，当然这个先进晶片来讲，当然是可能被美国卡脖子，但成熟晶片来讲，反而是中国来讲是可能是出口量是即将达到世界第一。你要知道，其实民生很多用品是用的是成熟晶片。这个所谓先进晶片，我们大概用在手机或者 AI 这东西才用到先进晶片。但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汽车里面很多的晶片，大概都是成熟晶片，就是28奈米以下，大概都称之为成熟晶片。甚至于说是冰箱啊、电视啊，你只要看到那种所谓的自动控制，包括机械本身来讲，都是用28奈米。那如果中国现在产量这么大，会不会反过来在成熟晶片来讲，变中国以后会去卡美国的脖子这可能性是很高，因为美国来讲的话，它不只是先进晶片想要从台湾讲，其实它成熟晶片它产量也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晶片代工本来就是一个这种资本密集，还有技术密集，还有人力密集的一个产业，那时候要很多钱才做得出来。那美国当初他就觉得说这个花很多的电力，花很多的钱，然后污染也很高，他们自己就不生产这种晶片，就变成说是中国大陆在代工，在生产。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这关税战打下来，你知道后面来讲，你看印度来讲最有名的，我们知道是学名药嘛，也就是仿冒的药啦，讲得很好听叫学名，其实就是仿制的药品。你知道印度仿制的药品虽然说是出口量很大，但是它的原料还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它必须要跟中国合作，不然中国如果说卡印度脖子，我不给你原料，就算你的制药工艺再厉害，你也做不出来另外来讲，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我们前2天经常在讨论 H-1B 的签证，就是科技人才签证。美国自己现在把人才往外推，反而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中国、包括欧洲这些国家既然你美国不要这些高科技的人才，那我们这些国家就欣然的接纳这些高科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把下来可能把全世界这个不管是在这个科技方面或者人才方面，自己都把它往外推。尤其是说你现在对印度来讲，它当然会转向大陆啊，因为这个美国来讲，对莫迪来讲还征收50%的关税那么高，甚至于扬言要因为它去进口俄罗斯的原油，要提高对它的关税制裁。
那我想说，莫迪本来就是这种个性嘛，他本来就是这个随风转舵，我们讲是骑墙派，但你也可以说他是务实派啊。当你美国对我来讲的话，不是很友善的话，那我当然会去找对我友善的国家，那就是中国哈。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啊，包括欧洲也是一样。你知道中国本身就是它制造业就是很强大，这是一个现实一个事情。中国人口就这么多哈，有10几亿的人口。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零日攻击呢？这可是我们这个国剧国造哈，可以这样讲。好，最终回了，我们看到方恩格他惊呆了，说这是世界军事奇迹。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很认真，把所有的零日攻击都看完，说最后呢，国军靠着轻武器就顺利的守住大胆岛。他说是世界军事奇迹。好，主要就是因为可能跟这个逻辑上面跟本来大家想象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有人也把这个零日攻击的顾问给搬出来，包含了有苏紫云，然后沈伯洋、曹兴诚跟林锦昌。好，那就有人讲说啊，民进党沈伯洋担任顾问这抗中神剧零日攻击最终回展现了宇宙军事奇迹，因为100多名的国军拿着轻武器打爆了解放军，守住了大胆岛，说真的是相当厉害也希望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可能也要这样子比照嘛，但我们不希望有战争出现啦。好，那当然有人把这个过去苏贞昌院长、前院长讲的一句话拿出来说，最后剩一只扫帚也要跟他拼了。好，一只扫帚能打战吗？那青鸟也说这个最后结局他全身起鸡皮疙瘩啦，说真的是超好看所以各自网友有不同解读嘛。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这个根本人家是无人作战导弹下来你守个毛线说真的有点不太好。好，那有人说我们守住了，但是不符合现实啊，所以有人就做了这个零日攻击，这个日改成了零制攻击。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呢，台派也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高市早苗他已经当选了自民党的新总裁。那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全部都是欢腾，好，齐声祝贺，像是邱意莹说他是安倍路线的坚定支持者。王定宇说安倍路线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那甚至郭国文他自称认为自己是亲日派嘛，好，这个安倍路线再确认台日会更友好，所以民进党坚定说未来只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高市早苗也会跟安倍晋三是一样的想法。好，那你看到高市早苗劲爆照出土，66%的日本民众期待他人事布局出现了多位的亲台派。那也要看到民调上面53.6%的人他认为高市早苗出任首相，那中日关系就会恶化，这是共同社的民调。好，你看到68.4%的人对他还是有点期待，但是53.6%的人认为未来中日绝对会是恶化的关系。好，那中国也提了3个要求，敲打对华强硬的日本首位女首相。陆方这边是说呢，希望日本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跟共识，那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面的政治承诺，奉行积极理性的对华政策。好，在外界看来，这番说辞不免有一番敲打的意味，告诫的就是新的自民党总裁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上面要谨言慎行，然后否则就是后果自负。好，但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虽然很亲台，但是不会贸然对中国大陆强硬。之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嘛，当家才是当家难所以接下来他可能还是会对中国大陆有一些交流，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他真的成为了首相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但问题是高市早苗最大问题恐怕不是中国，可能是俄罗斯跟北韩。我们先看到这则是日本首次发现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现身取道中古海峡西进。
好，这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首次在日本附近海域侦测到俄罗斯的955型，也就是北风之神级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这显示北太平洋的局势也正在紧绷当中。好，这是9月底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再看10月2号发生什么呢？北韩的骇客又出手了吗？这是日本的金融巨擘这个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金传遭到了骇客入侵，而且损失的金额达到了2100万的美元。那链上侦探呢，就是专家指出说，从这个攻击手法看来，这起窃币案疑似就是跟北韩骇客组织有关系，所以也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所以现在高市早苗未来可能还是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跟北韩可能也是他必须要关注的目标。所以现在看到，眼看美国顾不上中俄要收缩，这个日媒竟然焦虑上了，也就是非常焦虑的意思哦。这美国预计在今年10月要发布新版的国防战略，那这份文件呢是美国国防政策的核心战略蓝图，那指导美国在国内外的防务方向。所以这次新版战略的文件可能会预先着示警，说哪些事情的优先重大调整。那日经亚洲就说了，如果川普政府是全面的奉行本土优先的话，那其实亚洲很难完全幸免，所以这种战略收缩也将会对日本造成一个严重的影响。好，我们先看到就是零日攻击哦，因为他讲的都是国防的部分，不过他从第1集讨论到第10集，很多人就说这个争议也蛮多的，当然也有人是看好啦，但最后1集哦，我们看到方恩格哦有一些意见认为说是世界军事奇迹。好，我们就先问这个战略将军厉正杰。我想说，这个人家有一句话说，没有尝试，你也要看电视嘛。你们这个拿国家补贴那么多的制作费用去拍了一部这种抗中神剧，那真的是这个笑话百出哈。我这边因为我以前就在大嶝岛服务过哈，所以我对那个岛我非常了解。这一张照片是我自己亲自拍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大概很简单将这个岛介绍一下哈。其实，议伦，如果你来当指挥官，你来拍部电影，你也不会拍这种剧情出来。为什么？我讲一下。从这边，这个大嶝岛长哈，这个只有0.79平方公里，是很小。那这个这个是这边是这个北山哈，我们称之为北山。那拍照这个山头叫南山哈，那中间是一个中央沙滩。那往这边往北哈，大概4.4公里就是厦门。4.4公里，距离有。这个在海上距离有多近呢？我有一年在这边哈，这个我就把这个所谓播音站声音打开来，结果金门的教育局打电话给我，金门教育局说，旅长，厦门大学他们跟我讲说，请你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他们学生在上课。我想声音就这么近，那你想想看，有可能说是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这个地形，这个是一个沙滩。如果说因为电视上面零日攻击他拍的第一个阶段是蛙人互相在摸来摸去。我不晓得这个什么时代，你还在挖人摸来摸去。挖人上岸是要了解这个派挖人先去，是要了解这个地方你的兵力部署，你机枪阵地，你公司构筑在什么地方，让这些挖人先起来做情报的一个侦测以后，回去以后你一定相关的作战计划。那试问一下，如果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是不是用无人机就可以取代挖人的这种效果？而且无人机从上面往下面看的话，绝对比挖人还更清楚，而且比较更安全。第二个来讲，如果说是你是解放军，这个你要攻击这个岛的话，你会怎么样？大家注意到这中间是个沙滩呢。这当年来讲，大嶝岛1950年才和人家从这边登陆上来。那现在来讲，它2栖登陆战车，你看4公里的距离在海上，这个引擎还没有热嘞，它就已经冲上这个岛，你怎么可能拿轻武器去打掉战车？第三个我讲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说他用武装攻击直升机，也很轻松的就过来哈。我这边也讲一段，有一年来讲的话，我在这边哈，结果对岸也是透过金门县政府跟我打声招呼，说明天我们有一架直升机要做地形的勘测，你不要误会哦，那个是民用看地形的直升机，而不是军用直升机，你不要把人家打下来了哈。所以你看这个距离有多近，那代表说是这个，如果人家要拿你这个岛，是不是用直升机或者是用这个战车就可以上来了？那你想想看，你用轻兵器你怎么去对付？另外来讲，我记得去年哈，这个当然是这个图还想得早。去年来讲，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我们就是发生在二嶝岛，二嶝岛就在这边哈。这个有大陆他们有民众啊，他还不正是军用的民众的无人机的飞手玩家，那无人机飞到
二胆岛的上空。然后丢石头。那我们阿兵哥不知道怎么办，就拿石头去丢哈。那正面来讲的话，无人机是不是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每个碉堡，你每一个阿兵哥在做什么工作，都很了解。所以我觉得你拍电影一定要结合实际上面的状况啊，不要说是凭自己的想象，凭以前的印象凭以前大胆岛的战役，曾经在这边发生过战役。那另外我在这边讲一点，如果说这个两岸之间真的有军事冲突来讲的话，人家也不会打你大胆岛。大胆岛已经在时空的这种改变之下，以前在这个位置，它主要的航道是进出厦门来讲的话，必须要从这边进入。现在来讲的话，它不需要从这边走了。那大胆岛还有没有这种堵到人家这个两栖船团登陆的这种航道的意义？已经没有这个意义，它也不要在这边这个夺取你这个岛，浪费这个兵力。事实上，从1950年之后大胆岛就没有再发生过任何战役。那现在我这边也替金门县政府这个做工商服务一下。现在大胆岛事实上是可以上去观光，所以我这张照片是没有泄密的，因为它本来就可以观光。如果说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金门县政府的网站去申请登记。我个人觉得说是蛮值得去参观，也还里面的这种景观也蛮好，但是上面非常的环保，就是汽车根本就不能走，只能用电瓶车走。所以我觉得这个零日攻击我觉得这群人在这边浪费政府这么多钱，拿纳税人这么多钱，就拍出一部这么弱智的这种影片，根本就不符合实际上面的这种地形或者是作战的状况。我觉得只是在误导老百姓，让老百姓认为说是解放军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严重，解放军不是我们所想象中这么不堪一击的。好，也难怪零日攻击这么多的争议你看，就有这个在过战区的，或者是有这个投身军旅的人，就会觉得说种种的不合理好，我们接着问赖教授。他的顾问群浩浩荡荡有自认为他是军事专家的施主仪嘛然后也有所谓的黑熊的搞民兵的任性作战的沈伯洋，还有很有钱的曹兴诚等等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在民进党时代都是很有头有脸的人来担任他们的顾问。讲到最后的战役就是大胆岛了。我想客观的来说，大陆有14亿人口，他们在大学生读书的就是有5000万人了。每一年毕业都有900万人。我讲这个数字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可以当兵的人都是上千万，可以当兵的，就是18岁到22岁最适合当兵的，都是有上千万的人。那再加上解放军有200多万的军人，有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还有中部战区，怎么可能会打到他们没兵了呢？这个用不要用猪脑袋用人的不要用人脑袋。用人脑袋想都不会觉得，用膝盖想用膝盖想，对，因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打到没有人了。大陆的整个工业生产能力有多大？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中国大陆的全自动化就是用机器人，一个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的使用率是占全世界的总和。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工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占全世界30%，那它的武器弹药、武器装备还有兵员，什么时候会有缺乏的一天？没这种事情，所以连这种事他都可以编出这个样子来，我都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真的是匪夷所思。要多少弹打多少弹，要多少战机有多少战机，要多少直升机有多少直升机，要多少远香火的导弹有多少远香火的导弹。坦白讲，无人机中国大陆那更是全世界无敌手，那怎么可能会被你打完的一天呢？我就觉得想都想不通。就是说，花人民那么多的纳税钱，然后去对不起台湾的人民，把台湾的人民当作智能不足人，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人民的最大的侮辱。也就是拍出一个您刚讲的逻辑上完全不通，而且让大家觉得智能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剧或是一个电视剧，它基本上是轻视我们，瞧不起台湾民众的智慧。我觉得不能够不尊重台湾的人民你拿人民的钱，你就要拍出一个像样的一个电视，你拍不出一个像样的电视，你就是对台湾人民的不尊重、不重视，而且浪费台湾人民的钱。寄望于这个高市早苗能有多大作为？各位看一下，日本现在在中国大陆也不过就是不到大陆的1/4，再强调
日本现在在大陆不到1/4，日本最顶尖的大学在大陆前10名排不进去，大陆前10名的大学，日本最有名的东京大学都排不进去。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你说在大陆眼中已经不是平视你，是俯视你。那你寄望于一个俯视你的一个高市早苗，你说你今天民进党雀跃不已，我真不知道他雀跃什么。好，袁教授，我接着聊一下高市早苗哈，因为的话呢，这个大家要知道，高市早苗的整个奋斗过程的话呢，就是靠极端的极右派的几乎几近疯狂的不承认这个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731部队每一年8月15还要固定的参拜那个靖国神社那个鬼庙好几次。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现在突然当选了首相以后他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情况非常奇特，台湾也高兴，大陆也高兴大陆高兴，希望高市早苗不要改就是这样子干下去为什么因为什么呢？中日之间有笔账要算借这个机会刚好把这个账算一算嘛，大家来认知一下这里面情况。我们不要讲别的东西，因为你政治人物的话呢，你平常为了当选，你当然要走极端，但一旦当选后，必然会不敢这么极端。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高市早苗本身来讲的话，所做立场，他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出现改变。嘴巴上的话呢是不愿意改变那么快，实际上的做法上来讲的话就有这种情况。那另外的话呢，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谨言慎行，大家听起来很熟悉就是王毅前阵子对卢比奥讲的话，就要谨言慎行那现在的话呢，谨言慎行的话呢，后果自负。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日本目前为止的情况，他没有这个能力跟大陆硬跳。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事实，日本人打从心里就看不起中国人。说句良心话，喜欢日本的人都看不起中国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的话呢，让中国内心很受伤。这种累积出来的怨恨的话呢，会慢慢增加。而日本现在面对的情况，不是只有大陆一国，是中俄朝3国联合起来面对。尤其日本习惯性的、长期以来历史上的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人。现在俄罗斯的话呢，本身在整个日本的北边就开始循环了，绕什么的。你以为他是没有配合的吗？你以为他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吗？错了，中俄朝他们3个一起共同要来搞这个日本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我如果说是民进党聪明一点的话，就不敢这么高调的庆祝民进党现在讲什么话开始预测那个什么邱意莹啦，什么王定宇啦什么的还有什么郭国文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会预测高市早苗做什么，刚好错误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谨言慎行为什么？因为高市早苗他一定会变的，他不能够面对日本要面对这么大压力。纵使日本有很多人60%以上的人的话呢基本上认为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可是实际上的话呢，我自己是有去看阅兵的，我心里非常明白我可以了解到大陆做了很多的准备讲了反法西斯的80年纪念，然后抗战胜利80年的这种现象里面，就是说明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陆跟日本之间的话呢，绝对不会让日本能够继续维持这种状况下去。所以日本人选出高市早苗，他一选出来通过当着自民党总裁的时候的那1秒钟，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高市早苗他非改不可，一定会改，大家可以静观其变，慢慢看，拭目以待。好，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个当家才知当家难所以在高市早苗真的当选到这个日本首相之后，他过去比较激烈的言论一定会往后收。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